夜里12点，北京市的大街上，一名女青年目送闺蜜走远之后，转身走进一条漆黑的胡同。胡同的尽头就是她的家，一个很小的四合院。女青年壮着胆子往前走，当她进入胡同有1/3的时候，开始听到她家的方向传来了小狗的叫声。没错，那是她养的小狗笨笨的声音。这个时间笨笨发出叫声，说明肯定是有什么情况发生。因为母亲独自一个人在家，女青年马上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，于是她加快脚步，近乎是小跑着往家里赶。也不知道是谁那么缺德，把西瓜皮扔在了路中央。黑灯瞎火的，女青年一脚就踩在了西瓜皮上，哧溜，啪，一个后仰，女青年重重地摔倒了，后脑勺先着的地，地面是用青砖砌成的，比较硬，女青年当时就摔昏了过去。这事儿是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这位姑娘名叫柳月红，是纺织厂的一名挡车工。约莫过了有大概10分钟的样子，柳月红自己苏醒了过来，她躺在地上想了想，明白了，我这是下夜班回家，在家门口摔倒了，糟糕，家里的小狗还在叫唤，不会是母亲出了什么事吧？想到这儿，柳月红噌一下就站了起来，继续快步走向家门口。当他进院后，就发现正堂屋里的灯还亮着，小狗的叫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。柳月红赶忙推门进屋，一看傻眼了，屋里不是母亲一个人，原来还有她的未婚夫，是他们2个人。原来呀，柳月红自幼丧父，母亲赵彩云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女儿拉扯大，如今退休在家养老。最近柳月红就快结婚了，可赵彩云始终是不放心姑爷吴大志的体格，因为这吴大志跟她那死去的丈夫一样，长得瘦小枯干。当初柳月红她爹就是因为身体太弱，只干了1次体力活，年纪轻轻就累得得了个肺痨，时间不久便撇下妻子女儿撒手人寰。为此，赵彩云这才苦思冥想，终于有了一个主意，她要亲自检测一下这未来女婿的身体素质。今天女儿柳月红上班之后，她就把吴大志叫到家中，先是给吴大志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。吃罢之后，赵彩云就说：大志呀，阿姨有话直说，我来问你，你长得这么瘦小，身体怎么样啊？是不是经常感冒啊？阿姨，您可别以貌取人，我这人看上去挺瘦的，可我一身的腱子肉，身体棒着呢，很少感冒。是吗？照你这么说，你还是有把子力气喽？那当然。好，这样吧，院子南头有一堆煤球，刚好我想搬到北墙根来晒晒，就麻烦你帮帮忙吧。就这样，几百块煤球不一会儿就被吴大志给搬了过来。赵彩云还不放心，心想这也算不得什么，便让吴大志又把煤球搬到西墙根，从西墙根再搬到东墙根，最后还是搬回到了北墙根。吴大志心里虽然有些不痛快，可表面上依然是乐呵呵的。他知道这可是自己未来的丈母娘，可得把她哄高兴了。不过满头大汗的吴大志看看赵彩云的表情，发现似乎对自己的体格还是不放心，但又实在不好意思再让她搬煤球了。灵机一动，吴大志就说：阿姨，要不这样，天有点晚了，在屋里点上灯，我给您表演做俯卧撑怎么样？好啊好啊。赵彩云正没主意呢，心想这下我可得让你多做点，非把你累趴下不可，看你会不会生病。吴大志做俯卧撑累得满身大汗，就脱光了膀子继续做。赵彩云坐在木椅子上数数，888、889、900。小狗笨笨觉得今天晚上太不正常了，于是就汪汪汪的叫唤。正这时候，急匆匆赶回来的柳月红突
推门进屋。妈，大志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吴大志抬头想回答，可赵彩云数数没停，901、902、903，吴大志就只好继续做俯卧撑。刘月红再一看，吴大志脖子底下的地板上都已经湿了一大片了，那都是汗水。妈，干嘛呢？你们到底是干嘛呢？赵彩云这才说：904、905，别停，娘这是帮你测试测试大志的体格怎样。906、907，看来是比你爸强多了。908，胡闹，这样会感冒的，快起来。说这话，柳月红低头猫腰，伸手就去拉吴大志。他妈不干了，立马起身冲了过来，双手拦住。月红，让他做够1000个，够了1000个再起来。柳月红推开母亲，继续要拉吴大志起来。赵彩云生气了，妈是为了你一辈子的幸福。边说边又拦住柳月红。柳月红身上背着一个藏蓝色的帆布背包，里面装着些个糖块、头绳、发卡、工作服什么的。最主要的是背包口上放着一把防身用的羊角锤。娘俩这一拉扯，锤子就甩了出来。起钉子那头尖尖的，很锋利，刚好就划破了吴大志左耳朵上面那块脑瓜皮，血滴滴答答就流了下来。赵彩云这下傻眼了，哎呀，大志流血了，大志流血了。柳月红顾不得多想，背起吴大志就跑出家门。好在吴大志身高只有1.5米，柳月红身高1.65米，很快跑到附近医院包扎好了伤口，这场闹剧才算收场。3个月后，婚礼如期举行。婚后的吴大志和柳月红是幸福甜蜜，如胶似漆。1年之后，女儿月月出生了，一家人更是欢乐无比，整天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又过了2年，吴大志突然得了癫痫，就是人们常说的羊角风。医生说是那次头部受伤的后遗症，这让柳月红很是埋怨母亲赵彩云，母女俩就开始经常吵架。后来柳月红得了胃癌，女儿月月5岁的时候，柳月红死了。因为吴大志的父母早就不在人世了，赵彩云就帮着女婿吴大志带孩子做家务，一家3口相依为命。吴大志的癫痫病越来越严重，最后竟然瘫痪了，偏瘫。赵彩云这个老太太就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，靠她的退休金养活女婿，供外孙女上学。在被岳母照顾了14年之后，吴大志也死了。这时候小月月正在读大学2年级，老太太赵彩云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了外孙女月月的身上。可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倒霉的事儿就专找上了这一家人。月月大学毕业，当了一名实习记者，刚刚参加工作3个月，在一次外出执行采访任务的时候，不幸遭遇山体滑坡，整个汽车都被埋在了石头底下。如今孤苦伶仃的赵彩云还活着，住在养老院里，已经90多岁了，只是她的很多记忆都已经丧失。对她来说，这也是好事，因为那些记忆绝大部分都是痛苦的经历。要说起来，一切好像都是命运，但也可以说是从那天赵彩云测试女婿吴大志的体质开始的。朋友，您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，命运最悲惨的人是谁呢？造成这悲惨命运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您的看法。